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呢有沈富雄委员、戴伟善发言人、黄伟汉先生、张世刚议员、赖以任召集人、蓝轩小姐。好，那么大陆这个美国媒体了讲这个大陆了说呢共军围台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因为他最近一直在演习，一直在裴洛西来，他找个理由来围，一围再围，越围越近，越围越近。原来一面对峙，后来变成三面围，现在变成四面围那他认为呢，这个如果他要的话，今天就能够对台湾隔离跟封锁了。他的这个等于是临时基地设在台湾的东南然后呢，航空母舰也出动，反正各种舰都出动，飞机在天上他有这个很多个步骤了那甚至呢，这个外国媒体是说了说呢，这个是华尔街日报说呢，短期内就会动手，因为习近平忍耐不住了你们这样每天去给他狼去闹他那他有4个步骤了，有的时候5步骤，其实就是看第一个就是空中先打击先把你的军事设施、港口、机场的能源接收站，就你什么1阶、2阶、3阶，都能给你炸掉然后他的飞机在台湾上空盘旋。第二个呢，海上封锁在台湾东南海这么个地方做基地，这样绕你第三个呢，把贸易给你切断在这个潜水艇在台湾附近布水雷然后呢，这个十几条的这个海底电缆把你切断，就是他已经切了好几个地已经在切了所以呢，他说到时候这个四步或者5步骤一起来了另外他可能登你的这个商船。要检查，特别跟国安有关的天然气啦，反正这些东西，因为台湾天然气夏天只能用7天嘛，冬天用11、2天然后呢，台湾这个70%粮食是进口，96%的能源是进口的那你都要靠外面进口你核电又不用所以一切以后你能源就没有了，你一半的电没有了，你要怎样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有步骤的。那郭立雄我们国安部他有这个能力，承认他有能力只是呢。国际不会做事，他这样来，我们国际会报复他。你看俄罗斯打乌克兰，国际就制裁俄罗斯会不会？会。那老共如果不打你这里，他如果真的要这样干，他已经不怕国际制裁了，他会先想好嘛，他敢动，他就不怕制裁他怕制裁就不会动，就是这么简单那另外呢，这个今天立委就问郭志辉说，老共围台湾的话呢，水跟电还粮食能撑多久？郭志辉别惊，我们都有。因应的对策，但是我不告诉你是什么对策，我很怀疑他有什么对策。你告诉他有什么对策？好，那自己挖也挖不出来，种也来不及了那另外呢，以前呢，美国的媒体都很支持台湾抗中老共太可恶了，对抗他，就突然风向就变了现在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都变了所以你赖清德你是冒险，所以以往台湾的这些领导人都在台湾的主权。维护台湾主权，跟解决两岸关系上面取得一个平衡。那赖清德不要平衡了，一直去挑衅，包括之前提的两国互不隶属啦，现在提的境外敌对势力啦，等等还有在搞国安17条等等。所以呢，连美国媒体都说，他已经在做政治冒险了，做政治冒险。那赖清德打的算盘就是说我反正捅你，当然还没有到你要打我的地步，那看你怎么办。对不对？你不能为这个打我，只是弄一下你而已我就国内搞国安17条，我没有宣布台独，你要把我怎样？他赌的是这个东西了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说赖清德为什么这个时候出手，是因为美中正在对峙，他们老中现在不太愿意在这个时候这个闹事惹事，所以呢，赖清德趁机就出手。我们看一下，中国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但。要提醒大家的是说，他一旦开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封锁行动，它对全球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我想国际社会不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封锁的行动坐视不管。来，伟汉你怎么看？其实去年5月上来的时候，有曾经一次在问顾立雄的访问的时候，他就有讲过，没有讲这么清楚。因为《华尔街日报》它是引这个 CSIS 的那个研究报告。那如果中国大陆要对台进行动武之前会有什么动作呢？它会有空袭破坏我们的基础设备，我们的雷达、我们的飞机跑道，我们没有办法反制它，我们战机就不能起降。然后它有很多的军舰，它会封锁台海，而且它现在有航空母舰。
所以呢，你在东北角跟东南角各一个，我们以前都往西边看就好了，现在连东边都会有。所以现在台东很忙，每次要军演的时候，我们的飞弹部队要去台东，为什么？因为可能东边也会有战机跟飞弹飞过来，因为航空母舰已经有了。然后他会用民船去垫上那个共舰，而军舰来了以后呢，民船、警船。所以中国大陆有3大系统，一个是军舰，一个是警船，一个是民船，很多啊，万船齐发，整个海域被封锁。然后呢，它会这个断网，而且呢封锁台湾的所有的进出口，那我们就完蛋了。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是有步骤，而且是办得到的。国防部长今天跟大家讲，确实可能做到。可是现在我们能依赖的，或者说国防部或国安会，我想国安会应该都开过很多次会了哈。他们所讨论就是说，我们台湾能不能承受之外，就是世界会不会做事，这个其实真的不敢讲。那可是国安会的这个立场跟判断是说，因为台湾海峡这条通道太重要了，好，就全世界各国贸易不一定跟台湾有关哦，就经过这个台湾海峡的国际贸易占了大概20%到30%，甚至还更高。那如果整个台海被封锁之后，大家都要绕道而行的时候，会不会同意？第二个，长度它可以做多长？好，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台湾相关的影响，台湾东西卖不出去，台湾需要东西也进不来的时候，其他国家，特别讲美军，他会怎么做？他会不会打开一个破口？即使可能台湾有3面被封，只要1面可以进出的话，但我们台湾东部的海域，花莲那边其实基本上不容易装卸。主要都在西部，还有我们台湾的这个能源 LNG 船，目前的3个天然气接收站，3阶快盖好在桃园，1阶跟2阶在高雄跟台中港，这会被封锁。那我们50%是天然气，所以为什么之前在讲马前总统那时候就任的时候他就讲说，如果将天然气的火力发电占到50%以上，那可能是国安问题。当时大家听不懂，现在就知道了，因为我们东部没有接收站，而一旦封锁海域的话，整个台湾海峡的这个宫古岛这个破口跟巴士海峡这2个断了，好，有2个航空母舰在的时候 ，LNG 船进不来，那我们到时候能源都会出问题。那我想国安会应该内部有讨论可能到时候变成是燃煤的部分就会占比超过50%，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有除煤，但它有一定的时限，还有我们的战备除油，这一些战略的资讯非常机密我们应该有，但是他没有对外公布到底能撑多久。那国防部长今天的回答是说，这会对世界造成影响。所以承认中国大陆有能力封锁，但想说他应该不会真的就这么做。大神，我觉得暐瀚讲的头头是道，听起来也蛮内行，但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不重要。为什么呢？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跟顾立雄部长的看法一样，老共当然可以围台湾啊，这对他来讲，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跟老美争霸，台湾是附带的一小块而已啊。他要对台湾怎么处理？要登陆吗？要围起来吗？要断水、断电、断粮吗？对他来讲都不难。但是呢，他会不会做？这个才是关键。那顾立雄就说：“国际不会轻易做事。”这当然了，这个我也同意啊。因为今天中午如果老共下令围台湾，不用等到下午了，全世界都动起来了。这个动呢，不是基于道义。也不是基于我们是这个民主自由的共同防线，都不是。这台湾的重要，台湾的可贵，台湾的可爱，就是你动不得，你动不了，你不能动，你动了你就惨。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老共有他的雄心，不像我一天到晚，最近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命捡回来以后，我一天到晚都调侃他，他雄心丢在开塔房没有带回来。我跟你讲，老共的雄心是永远不变的。老共认为台湾是他的，这个千百年下去也不会改的。但是他不能为了就忍不住。最近有篇文章讲习大大是非常谨慎也非常胆小的人，但是我就不晓得全世界有很多习大大的专家常常讲说，习大大任期到几年，他一定在他任期满之前一定完成这个很大的工业。那这个就变成外行的讲法了。我觉得习大大在意的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就是起码要跟老美平起平坐嘛。如果算输的话，也不能输太多嘛，输个一点点还可以说过去。那今天你为了台湾这个可以等啊，你等太久，等得再久，我总是还有希望不会是永远老美说了算。所以我今天可以等的。我一不等则乱大谋啊！这个老美没有耐性了，川普没有耐性，不要说他的任期不到4年，但是老共是天长地久，千秋万世，
你知道吗？这个台湾跟我的关系又是你们几个人可以说了算，所以呢，这个问题是大家都有红线，彼此都有红线，然后共替我们画了一条红线，所以所有的政客你们给啊，讲你要独立要冲向，已经老早就放弃了。所以老公这条红线是画着看的，要不然呢，如果红线有效，赖清德最近的言论他就打了啊，所以他自己也检测他的红线没有那么严峻了。那老美给老公画了一条红线，老公也不敢打。现在问题是谁给老美画红线，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老美自顾不暇啦。所以我昨天去4个福伦社的联合例会演讲，你看4个人，我是观众里头通通加起来我最老，你知道吗？但是全场100多个人都觉得我讲的有道理，掌声如雷，给我一个大红包啊！所以那红包比你们给我的通告费要好得多。你不会是加起来最大的，那么加起来你只会最大，你是里面最大的，你不是他们加起来最。你告诉我，加起来得了，我数学不好。来，我是觉得这1、2天的这个相关讯息里面，我觉得有2个重点了。第一个话呢，刚刚赵先生讲到的说，有关于呢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的这个 CSIS， 就是美国的这个智库，非常非常权威的智库，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中共围台的这个相关的演训的方案。我觉得他重点在于说，他就是知道说呢，今天如果他一发动战争，不管说基于经济理由，不管是基于战略理由，不管是基于任何的一个理由，很可能全世界不可能坐视台湾呢可能被中国并吞，或者被中国呢这个武吓。那所以的话呢，他在讲就是除了军事动员之外的其他所有手段。他在讲的是经济的威吓，他在讲的是封锁，他在讲的是说呢，怎么样子瘫痪你，就有点像现在在讲到的蟒蛇式的、窒息式的，所以他其实不用。如果说所有的这个通过台湾海峡的这个全世界可能 GDP 20%左右，通通都因为呢他发动战争，因此而瘫痪的话，那当然全世界不可能做事。但他告诉你就是说，他可以不用这些方式，他只要呢透过不管是飞弹先打你，还是呢你的港口、你的这个几街、4街、5街、6街、7街、8街，通通都给让你不接了，然后的话呢，粮食也让你断了，然后我就会达到我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先前提过，但是呢，CSIS 再提一次，而且说代表是中国大陆准备好了。我觉得这个讯息是本身它的重点在这个地方，而且呢，就在前2个礼拜，我听过中研院的院士了这个研究员这个吴玉山教授，他特别谈到过有关于和平跟民主的关系，他就讲到说呢，大家如果去注意看一下，把过去这几次中国大陆的对台军演，基本上就是围台。2022年裴洛西，2023年蔡英文出访，2024年这个赖清德就职，套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一个点是重复的。但是套在一起有整个完完整整围得密不透风，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今天CSIS 讲到，如果说他可以用这个方式达到他的类似军事攻击的效果，那他就不用去担心美方或是全世界报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到的是呢，这一次其实中国大陆正在昨天他就公布了一个所谓的对外国制裁法、反外国制裁法，大家不要忘记了，事实上它这个有点像是反分裂国家法，但他要封锁，或者说他要对台湾这个进行台独恫吓的时候，他就立了一个反分裂国家法。他要对于美国的干涉台湾的外国势力进行恫吓的时候，他用一个反外国制裁法。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等于是就法律来说，就他的一些可能的行动来说，他已经做好了完完全全的准备，就赌你什么时候敢动。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的话呢，现在赖清德就像刚才2位来宾说的，他有一点在搞一个灰色地带，就我也不真的这个去刺激你，但是我就让你觉得说我动了。事实上，真正破坏现状的，目前看起来事实上是破坏这个均衡的是赖清德，但是我就赌你不敢对我怎么样。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今天他对我们怎么样，他可以用威吓的方式，他用封锁的方式，他用围台的方式。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你看今天这个经济部长郭志辉没有敢回答一句话，他代表什么？我认为他完完全全代表他心虚。就我们今天其实只要想要获得赖清德的政治利益，他可能不管你这个真正的灰色地带的挑衅到底会达到什么样的后果。好吧，舒淇说，赖清德为什么要搞大罢免？他想搞戒严，但是呢，搞戒严立法院要同意啊，他怕立法院票不够，是把你们罢掉，所以避免成为尹学2.0，因为尹学国会就反对他嘛。那另外呢，这个马斯克说呢，台积电一定要到美国来，
因为如果将来老共控制了台湾，就控制了台积电，那就惨了，全世界这个高科技业都惨了。所以呢，我以为他是说要保护台湾，因为台湾太重要，不是台积电赶快到美国来，这不需要保护台湾了。哦，马斯克对川普的影响也很大哈。那他们根本没有真的考虑到台湾，都考虑到美国而已。不过这也难怪，他美国人不考虑美国，考虑什么？那远见一个调查了哈，那大家担不担心台积电到美国去？这个担心的有64%，不担心的27%然后呢，这个大家对赖清德的国安议题到底满不满意？那不满意的68.4%，满意的25.2%。然后你到底是这个政党倾向是怎么样？所以有泛蓝的只有18.7%，这不是百分比泛绿的73.91%，然后中立的33.5%，因为加起来超过100，它是打分了，他们都是平分了那刚刚谈到这个问题，当然是很重要了那基本上了那刚刚这个暐瀚有说了说这个马英九当时提出来说这个天然气占50%是国安问题，我们早就提了，什么马英九提的人一大堆真的提人一大堆所以我讲过嘛，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没有 single one 没有一个国家自己不产天然气发电超过50%。你举个例子给我听听看，哪一个国家是这样干的？都讲说要多元分配嘛，对不对？鸡蛋不要放一个篮子嘛，你几乎一半都压在天然气上，多么危险！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当然将来台湾有没有事要看中美他们怎么谈了。以川普这种状况，说把你卖也卖了，说不卖也可以，就看他们谈的条件是什么。台湾要注意你不能都靠人家，乌克兰都靠美国，都靠欧洲，主要是美国，乌克兰自己不行也不行，你不能都靠人家，都靠国际瞬息万变，说变就变嘛那以前美国跟台湾都说改变的不是我们，是大陆。大陆说改变的是我们，现在美国这几个报纸说改变的是台湾，这是很大态度的转变因为事实上当然是台湾改变嘛。台湾说你老共飞机天天来过这件事你变了，9·2共识你不承认，你不承认一个中国，你是国与国，他就认为那你是外国嘛，你外国的话我干嘛对你好呢？你是外国你要跑对不对？所以从某个角度看，他是这样认为，那我们不认为，我们说我们都没变我们没宣布台独那美国也支持我们所以台湾没变那现在美国这几个主要媒体都说变的是赖清德，以前领导人至少不敢这样变，赖清德已经在企图转变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蓝轩讲的对了，我们常常讲说他不可以打，他现在没有要打你他没有打你，国际要怎样？他只是围你而已，他没有打嘛，而且他甚至可以说外国船是可以过的都有可能只有在天然气的船不能过，在煤的船不能过，他可能就是很局部的只缩小打击面，他也可以这样做其他船你就过我没有影响你其他的国际贸易所以他的策略，他的办法其实很多的了，你也不要太小看他。他当时在大陆把国民党赶走他那个等于大家土八路那样他这个宣传什么，他有他的一套，也不要小看他那所以呢，我们自己要有警觉嘛要有警觉，他可能选择性的封。那赖清德为什么搞这？我常常想说，赖清德何必呢？你国内有这么多事情解决不了，少子化的问题、能源的问题、医疗人员这个缺的问题，对不对？这个教育的问题，各种问题，你哪一件你做好了？你为什么不好好做这些事情呢？为什么要搞那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他同老共的时候，就看你老共有没有反应嘛。最好你天天围我，只要你不打我都不怕，让我巩固国内的支持者。一个领袖可以这样子吗？休息一下再回来。雅雅，那今天晚上叫他离境警告以后10天内要离开了，今天最后一天了那他不愿意配合我也没买机票，你们要怎么把我抓走好了？我要留在台湾我3个孩子在台湾，我现在在台湾。周文泰说没有妥协的空间刘志芳说硬闯红灯左转就会出车祸的虽然你乱讲所以你非要走不可。陆委会说你们天天讲言论自由，没有中华民国哪来的言论自由？你到大陆去讲好了，在台湾讲什么？这是我们有中华民国，你才有言论自由那这个他说他不舍得他的孩子了，2男1女了所以没有买机票那另外呢，这个他们本来向台湾高等行政法院打行政诉讼嘛，但是高等法院呢把它驳回，所以他们抗告向最高行政法院。
那这个他说呢，他们有些民间团体了说高等行政法院呢是为虎作伥哦，然后呢这个高等行政法院说我们有好几个3个法官呢，哦我们综合评估才驳回他哦。那另外呢这个说呢要被逐回中国哦，那说绝不容许陆配的武统言论，坚定反战，守护台湾的民主哦。那雅雅就说我没有主张武统啊，他说我没有主张，其实我们都没看，讲实话，我们不知道他讲些什么，没有人看他的东西，这不是在座谁看的东西，所以不知道雅雅是什么哦。他的说法是说，他今天讲说我的先生也在台湾，我3个孩子在台湾，我也在台湾，我怎么会赞成武统啊？武统对我们什么好处呢？我是说不要这样搞下去，会武统。而不是说我赞成武统，他现在是这样讲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他说他并不是主张武统了，而且他在台湾呢要争取应有的权利。他今天发了一封签字，我写的不错，我从头到尾看那边文章，如果他真的他自己写的还真不错，文笔不错。那所以呢，他就说呢，这个他就算离开台湾，要清清白白的离开，而不是被你这样赶走的离开哦。那他先生呢说我是在台湾出生，我是台湾人，我全部用台语来控诉，那难道也要让我走吗？哦，让我们的家庭破裂吗？哦，另外呢，这个罗世宏这个学者呢，也是那个这个什么事实认定的那个理事长，他说法院一直讲说，就高等行政法院，所以因为违反2公约，他2公约变成打击异己的言论工具。那《中国时报》今天这个社论也说，这是政治肃杀，内政部没收了大陆配偶的人权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呢，他的意思说，他说我不赞成武统，我赞成合统。那你们希望武统吗？哦，这是他的言论啊，他认为这是他的言论自由哈。好吧，那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我的主要诉求呢，就是请内政部撤销对我的行政处分。今天已经是25号了，大家也知道。我即将被驱离台湾，但是我愿意站出来，邀请大家跟我公开辩论。如果你们的小孩面临这样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的时候，你们作为父母，你们的心情是如何？陆配雅雅因为宣传武统被撤销依亲许可证，限期25号前离境，但雅雅否认宣传武统，拒绝离台。绝大多数的媒体对我的假结婚、洗人口的不实指控，导致我的家庭承受巨大的压力，甚至是要毁灭我的家庭。你不能又要诋毁这个国家，又要这个国家来保护你，让你去毁灭这个国家。一定要让国人知道，政府在这个事情上的处理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行政院长卓荣泰态度很强硬，实施命令没有回转空间。这个雅雅并不是简单的普通妈妈，她现在引用什么国际儿童权利公约等等这些，那我要想，这个小孩子留在台湾是获得更好的优待、后代跟福利，还是回去中国大陆？要消灭台湾主权、消灭台湾的国家的部分的话，我们还在讨论个别的生离死别。我觉得这个呢是完全中了所谓的中共的3战。我的孩子在台湾，我从来没有鼓吹武统，鼓吹武统对我的家、对我的孩子、对在座的各位没有任何好处。雅雅被勒令25号离台，在离台前最后一日做出最终呐喊，可政府态度坚定，不买单。杨伟山。我觉得这叫口嫌体正直，因为我们看到他之前在鼓吹武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实际上你看到他要回到中国之后，他其实非常的不愿意的。所以他如果真的觉得中国很好，那为什么不能回去？那如果中国很好，你可以带着孩子回去，带着老公一起回去啊。可是因为他也知道，其实台湾就是比中国还要好嘛。那我相信这样的陆配还是少数啦，我相信大部分的陆配其实还是爱台湾，也希望在这个土地好好生活。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单一个案，或者说只有这样宣传武统的人才会被这样子使用法律去驱逐于台湾之外哦。那我觉得刚刚一直有人想要讲言论自由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台湾的人的心都很软啦。如果雅雅今天出来开记者会是说对不起我错了，那请大家给我一个改正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也许大家还真的会觉得为他心软，觉得为他的孩子心软。可实际上不是这样，他是非常坚持他原来的所说所为。那所以呢，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嘛。那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是一个嫁到中国去的美国人，如果在那边开一个
网红频道说啊，我支持美国去打中国，那难道这样子的一个配偶在中国不会被抓起来吗？不会被枪毙吗？我是蛮怀疑的。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台湾确实是有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并不涉于说要来武统台湾。对于台湾一切的安全、一切的国安这样的事情来说，雅雅这个家庭真的是小，全台湾的国民的安全才是大。我想在大跟小之间，我们本来就要做一个权衡。那我想政府也做出最好的处置。那当然，我们希望把他就是送回中国的时候，当然也是希望他可以有尊严的离开。所以今天我们的院长才说，我们希望温柔的处理。那我想这样温柔坚定的态度，我们会做到底，但也会希望可以保留他的尊严。那他先生讲什么？我们听听看。这是我的老公，他是台湾人。雅雅丈夫首度现身，自然是力挺妻子到底。雅雅甲我讲的，迄天讲我互网暴啊，迄天开始我就陪伊的身躯边，我的出现不是我要美的食，美的倒位，因为我曾经对恁的攻击甲我挡袂掉啊。国台语交杂，细数2周来全家受的委屈。记者会上可以看到雅雅丈夫主动帮太太背包包，不时十指紧扣，好感情一览无遗。我是台湾囡仔嘛，难道你也要让我走吗？你一定要留给我们家庭，不能直接的这样子破裂，这是一种叫做毁灭。然后我也等待最后的正义能迟到。喊话内政部保全5口之家，雅雅也细数3名孩子连日的委屈。我有3个孩子，对，两个男孩是11岁，1个女孩是7岁。那他们全部都是在台湾出生，所以呢，这个是不存在你们之前说的所谓的洗人口的这个问题。同时会问到他们，你们是不是就是大陆带来的那几个小孩？休息一下再回来。